小号的刷子，给我。首先，这是你的小手枪。其次，如果你偷看的目光能藏得更隐蔽些，那句很忙的或许还有些说服力。这位开小差的粉刷匠女士，应该是橡胶老化褪色了，之前稍微深些。不过你小时候不还嫌弃它不够艳丽？不如干脆趁着这次翻新换个颜色，红色、绿色或者明黄，拿出去绝对耀眼。你就是这么回礼的？那还真是有劳您费心了。又翻到什么好东西？毕竟我们可是在收容所里就拿着小纸枪巡视迎敌了。装好了，小神枪手，请吧。听声音应该是，我看看。这种程度是修复不了了。不过有个地方或许可以。哎呦，小丫头真有眼光，我这店里的破铜烂铁可都是有年头、有说法的。老板，这滚轮您看能修吗？这玩具枪有些年头了，原装材料的滚轮一时半会儿不好找。不过，咱这儿正好有一块其他材料的滚轮，大小花纹都差不多，简单加工一下就行。都是拍摄道具，店长是个牛仔迷，这些大多是他在片场四处淘来的。我也这么认为。这么多年了，那副枪套怎么还没卖出去？是定价太高没人买账？这可是顶级材料，手工刺绣，不贵才不正常。我高中暑假的时候在这打过一段时间的工。那会儿我看小夏干活利索，还想多留他几天来着，结果这小子赚够钱就跑。哎呀，10来年了，变化可真大。你们进来半天，我才确定是你。天上可掉不下来你的小手枪，给你的礼物自然是要亲手挣来。看这电影眼熟吗？你那时候成天嚷嚷着要学荒野女主惩恶扬善。是拍摄的备用道具枪之一。
我知道啊，所以我当时说，拿上这把枪，你就是荒野的守护者。你还说，那下一咒就是我的侠客，侠客要对守护者保持绝对忠诚。这老板嘴里10句话能有半句真，我确定不了真假，肯定不能骗你。嘿，你这小子哄人拉上我干嘛？我这枪可绝对保真。修好了，过来拿吧。多谢。不过幸好当时没说，不然你才玩几天就被奶奶没收，还不知道要怎么哭呢。你的玩具枪修好了，走吗？这是礼尚往来。我愿意。射击手，这一枪准备好了吗？出枪果断，枪法干练，进步这么快，你这是形成自己的风格章法了？这么有魄力。那当初在社团里，你第一枪就正中靶心，也是把靶子想成了流量题。你的新手保护可是害得蒋飞他们悄悄加练了好几天。不过想想也合理，毕竟小时候我们拿玩具枪打易拉罐上的苹果，也是像这样难分胜负。打不过我的人想要赢你，难度可不小。那也只是在你面前，你看，玩了一天也累了吧？我去休息区买点冰沙，那里人多，可能得排一会儿。你还完装备就在门口等我，时间应该差不多。他应该还在冰沙店里，一会儿出来。在找我吗？你漏网之鱼，不堪一击。不派你那些听话的怪物来抓我吗？被我发现还能顺利逃脱，你猜回去后那群人还会相信你吗？到时候你还能藏到哪儿去？
等很久了，给你降降温。太阳快要落山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天气太热，冰沙是有些化了，下次我跑快些。调整呼吸，眼睛、准心和目标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，然后像这样，感受枪口上下微小的晃动，同时食指轻扣扳机，均匀发力。看这是给了你多少好处，供你当摄影师？3，是3次跟着社团练枪的机会。这就把我卖了，下次再遇到这种事，记得多敲他几笔。有人问你话呢，对他可绝不许有半句谎话。他说，一只偷看的小老鼠罢了，没什么意思。他说，我的子弹那么贵，当然不会便宜的。只是稍微吓唬一下，那老鼠就手忙脚乱地溜走了。枪身生锈就打磨刷漆，裂纹太深修不好，那就干脆换掉。只要枪还是那把枪。如果你担心子弹会耗尽，那就留下一颗藏在深处，或者紧握在手里。你是在担心有一天你会认不出这把枪吗？可只有足够强大，才能对抗那些令人悚然的危险。你会怀念以前的下一周吗？那个不那么危险的下一周。无论你担心的是什么，我听到的只有一点：不想和下一周分开。看着我，
所以当你不安时，只需要选择奔向我，或者拉住我。跑不掉了。我从未忘记最初拿起枪的理由。我不会输，我有必须要守护的人。